哎 ，Rich， 你小心点美股啊！美股已经跌了一点，真正的大跌还没有来呀。现在有2件事情，一件正在发生，一件即将要发生。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视频看到最后，而我们也会给你可能是唯一一个出路啊。那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感谢和致敬加州的消防员，我们也在这里祝福各位加州的居民平安无事，大火尽快的结束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，请你马上订阅，因为我们会第一时间的更新最新的看法。那 Rich， 现在加州正在大火，而且还没有把火灭掉。考考你，这个对美国的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？其实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，而影响最大的就是保险业。有一些保险公司已经赔偿了，而他们也计划将来可能会撤出加州。更加严重的是，现在这个大火还在不断的燃烧下去。那目前已经造成了超过1500亿美元的损失。那到底谁去买单呢？就是保险公司。而保险公司的钱又从哪里来呢？他们都会在债券市场套现债券，套回现金。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国债的收益率已经在不断的上涨了。而这一场大火还没有完全结束，所以有可能会继续的引发更多的抛售。那在这里我们科普一下，为什么债券市场收益率上升会导致股票下跌。首先，国债收益率为什么会上升呢？其实就是债券的价格下跌，而债券的价格下跌就是有人大幅度的抛售债券，而当这个债券收益率上升的时候，用来评估一个公司估值的折现率也会上升，因为折现率是国债的收益率被视为无风险的收益率，再加上一个风险的溢价，所以当这个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上涨的时候，折现率也会上涨，折现率上涨了，股票的估值就会下来了，使到股价也看起来是比较贵了。这个时候市场是有效的，股民也会抛售股票，因为他们看到如果我可以无风险的在国债市场拿到这么高的收益率，那为什么还要买股票呢？所以把资金从股票撤走，放到债券市场的时候，股价自然会调节，这也就是市场有效论的其中一个现象。那除了保险公司抛售债券之外，另外一个大的因素就是大家要重建家园的时候需要买材料去重建，这也会提升美国的通胀。而灾后重建除了需要大量的物资之外，也会需要有大量的劳工。而我们在最近的非农就业数据看到，劳工市场本来已经是非常的紧了，现在美国的经济还是很火，对工人的需求还是很大。那灾后重建需要更多的人，会对这个工资有更大的上升的压力。那除了重建之外，之后加州的保费肯定也会上涨，这也会使到本来居住已经是非常昂贵的加州生活费会更加的高，所以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也需要更高的工资，也会增加通胀的压力。而通胀复苏的期待又使到美联储放缓甚至不再降息，也有机会会加息，这也使到国债市场预计未来的利息更高的时候，把今天的利息也拖高了。因为在长期的国债里面，如果2-3年之后利息又在上涨的话，现在买了那不就亏了吗？所以也加快了大家抛售，或者是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收益率。而真正的大跌还没有来，那些受灾难影响的人，他们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以保命为主。但当火灾灭掉了之后，他们需要重建家园，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资金。那些加州比较有钱的人呢，他们可能在股票市场或者是在加密货币市场当中套现资金，而这也会导致那些市场的资金撤离，更直接的影响到股票市场和加密货币的市场。那记得还有几天，特朗普就会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了。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有多快的会落实他讲过的政策，包括驱逐非法移民和加关税。我们刚才提到重建是需要大量的工人的，当特朗普赶走了很多人之后，谁来重建呢？剩下的劳工一定会要求更高的工资。而特朗普另外一个政策就是加关税，在重建的时候，无论是工具或者物料的需求都会增加通胀的压力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再加上关税的话，那一定会推高通胀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大家看到特朗普当选之后，美股是涨了不少，大家其实对
对特朗普利好的政策已经是过度的乐观的 pricing 在股价里了。在股票市场里面有一句话叫 buy on rumor, sell on news。当这个利好的消息成为事实之后，反而是那些偷步买了的投资者获利离场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也有可能对加密货币和股票市场带来一个大的调整。当然，除了美股之外，世界各地的股市可能会有更严峻的挑战，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，特朗普以美国优先的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挑战。而当美债收益率上涨的时候，资金又离开其他的国家，撤回美国市场，而强美元也会对像中概股这些以港币或者美元计价的，但是收入是人民币的股票有很大的利空的压力，所以大家投资都要非常谨慎。现在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快了，我们买股票要灵活。很多网友都在问七爸爸，你之前不是看好中概股的吗？其实七爸爸在10月底的时候已经有讲过，利好中概股的5个因素已经消失掉了3个。也有很多人问我，Rich SMCI 你怎么看啊？你之前不是看好的吗？我在很早之前已经获利了3倍，套现离场了。我在去年的8月份和9月份非常进取的去寻找机会，捕捉到了一些倍升股，例如 Tesla 和 Palantir 等等等等。而在1个月前看到了一些见顶的信号，我也是非常果断的抛售股票，所以我的股票回报也在去年大幅度的跑赢大势。所以买股票要赢，要借势，因为有智慧不如趁势。让我马上教你3招，怎么样避开大势的调整。还记得在1个月之前，当时候的市场气氛是非常好的，哇，特斯拉又创了新高，比特币破了10万的大关，股市也在屡的创新高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是不是也在买股票呢？但是你再看一下世宽，它在背驰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变得非常保守，也是顺利的避过了这一次的调整。再教给大家第2招，其实一个牛市就像一个音乐椅的游戏，在音乐还没有停止之前呢，投资者也是非常乐观的在跳舞。就像过去我们看到有2只的领导股，其中1只就是我非常看好的 Palantir， 在这只股票当中，我也是赚取了几倍的回报。而在音乐还没有停止的时候，这2只股票好像不会怎么跌，一直在涨上去。而在那一天的盘前，我在群当中有跟监片同学说到，如果这2只股票出现了突兀走势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音乐椅游戏停止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离场了。那为什么这些超级领导股转势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势调整的先兆呢？其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在低位买入的那些聪明钱赚了几倍之后，他们已经开始获利离场了。但是那些后知后觉的散户，之前他们却不敢进场，看到这些超级领导股出现调整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觉得哇，现在特价耶，我不买之后又会继续涨，那我不就错过了吗？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些超级领导股出现调整的时候买入，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是大跌的开始。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散户经常会在高位买入而被套住。那我再教大家一招，经济和股票其实就像主人和狗一样，这个狗有时候会跑在前面，有时候会落后，但是最终它会回到主人的身边。而在1个月前，我已经看到了很多股票短暂之内已经是涨了非常延伸了，就像那只狗跑得比主人快很多。当这些股票涨得非常延伸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它会不会短期之内出现一个拉回，就像那只狗回到了主人的身边一样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我的技术分析的话，可以在下面资讯栏了解更多。那总结一下今天的影片，现在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快，短期内我们面对加州大火的灾难，还有特朗普上台之后他的一些政策对资本市场的震荡，我们一定要灵活，而不是抱有一个固有的观念，灵活才能看到市场转变的趋势，从而获利。不懂投资，建议大家是先学习，因为输掉的钱是回不来了。投资了自己的脑袋是想用一辈子，越早投资越早提升大家的投资回报，滚雪球，这个财富效应就越来越多了。希望大家到年纪大的时候都可以像巴菲特一样，财富是越滚越大。那在上一集视频我们有出现新的面孔，很多人以为这个是我们的员工，但其实不是的，这是我的姐姐，她在 AI 的领域当中做了很多的调研，不知道你们是喜欢看她对于 AI 趋势的看法，还是我对于股票市场的看法呢？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们。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